天不到5点，大爷就下楼晨练，整个小区都被吵得睡不着觉。如果谁敢骂他，他就躺下要人赔钱，连警察都拿他没办法。在小区房租因此暴跌后，重度失眠的我搬了进来。住进去第1天，我就被晨练大爷吵醒了。邻居劝我别惹他，我却冷笑道：“5点晨练算什么？1点敲门怕不怕？我能陪他玩1年。”在大厂工作10几年的我，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，于是我辞职回老家捡漏，租了便宜的小区静养。这天我一直失眠到早晨5点，终于来了睡意。然而我刚感觉迷迷糊糊的，楼下的叫喊就把我惊醒了。我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无名火，直接冲到窗户边，只见楼下小广场上一个大爷正在慢跑，嘴还不停喊着耗子，回声在整个小区回答。我看看表，才早晨5点，愤怒的我破口大骂：“早起投胎吗？闭上嘴，阎王不收你是咋的？”我骂完后，楼下的大爷忽然停住，抬头用手点着什么，好像在数楼层。没过多久，他就跑到了我门外，开始哐哐砸门。6楼的，我看见就是你，快开门！我懵了，还是第一次见扰民还敢找上门的。打开门后，一股大蒜的恶臭从大爷嘴里扑面而来。刚刚是你骂我，你谁啊？我楼下晨练的，你别不承认，我数楼层了，就是你。大爷中气十足，可见身体硬朗得很。我是骂人来着，你咋知道我骂的是你呢？大爷闻言愣了，你不骂我骂谁？我被他这话气笑了。见过捡钱的，捡包的，第一次见骂的，你老人家捡破烂有瘾吗？大爷气急了，楼底下就我一个人晨练，你说你骂的谁？我高度近视，这6楼咋就能看见是您晨练的？我喊口号你听不见吗？我就说谁他妈天不亮就在楼底下叫唤，你也知道吵着老子睡觉了。大爷一听，扬起巴掌就要打我，我直接把脸往前一凑。您朝这打，别打歪了。这时他发现门口摄像头正对着他，看到监控后，大爷立马把手收了回来。别忽悠我，我可不上当。我感到可笑，您老脑子转挺快啊，还想讹您个1、2千呢？大爷气得吹胡子瞪眼。你还讹我？我讹人的时候你还撒尿和泥丸呢。说完，他捂着心口就往地上躺。我心脏病犯了，你别想跑。我一指摄像头，大爷，这摄像头带录音的。大爷一听，立马爬了起来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行，你小子有意思，大爷我记住你了。说完，他就边骂我边下楼去了。大爷走后，我也睡不着了。在我吃早餐时，门又响了，原来是对门阿姨。她问我：“小伙子，早上你惹老里头了？”老里头，你说那个一大早自己溜自己那个大爷，他扰民，我骂了2句。阿姨闻言劝我：“你可别惹这个老鬼，咱这边吃亏的可不少了。”随后，阿姨跟我说了老里头的光荣事迹。老里头也是在这租房的，他一开始在房子里唱歌，被邻居抗议，房东让他走。他说自己有心脏病，谁赶他出门就找谁要医药费。后来他又开始晨练扰民，还调戏院子的女性。有一个租在地下室的高3女生，经常被老头扒窗户偷看洗澡，女生被搞得抑郁了，最后连高考也没参加。老头还到处找小女孩掀裙子，被几个家长揍了也不管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祸害，小区的租金才这么便宜。邻居阿姨劝我忍忍吧，小伙子，你这么年轻，还有大好前途，换个小区租房吧。然而此刻我已经无比愤怒，决心要好好折磨一下这个老登。阿姨您别着急，他5点晨练算什么？1点敲门怕不怕？我能陪他玩1年。第2天熬到早晨5点后，下面准时传来了嘿嘿哈哈的声音，于是我也穿上运动服下楼，跟在了大爷身后。大爷边走边扩胸，嘿，我也跟在大爷后面扩胸。哈，大爷被吓得一哆嗦，回头见是我，冷哼一声继续扩胸。嘿，我接着跟上。哈，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大爷实在忍不住，你跟着我干啥？我没理他，继续唱。是那活了1000年地老龟鳖。大爷愣了几秒钟，反应过来我好像在骂他，他指着我骂：“老子晨练碍你什么事了？”我也指着他：“老子晨练碍你什么事了？你练你的跟着我干嘛？你练你的挡我前面干嘛？”大爷气得扭过头去继续晨练，跑得更快了。可他哪有我跑得快？我就这样一直跟在他身后，他喊啥我跟啥。听阿姨说，大爷每天早上都会围着小区跑5圈，直到把整个小区所有人吵醒，他才去买早餐。然而今天他只转了1圈就气冲冲地奔早餐摊去了。我跟后面嘲笑他：“大爷今天早就转1圈呢，是不是年龄大虚了？”正在喝豆浆的大爷听到我的话，一口喷了出来，他气得直接转头回家。你他妈给我等着！我只是笑笑没说话，一直跟到他楼下，看他去了几楼才离开。回家时我又碰到了阿姨，她担心地问我：“你今天跟老里头对上了是吧？我说早晨咋10几分钟就没动静了？你可得注意点啊，他家里都不是好惹的东西。”我满脸自信：“别担心，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。”第2天大爷竟然4点半就下楼，这下我更乐了。他不知道我这个点精神正好吗？只看到我又跟上他，大爷冷笑道：“小伙子，老年人比不得你们年轻人睡觉少啊。”没关系，大爷，早睡早起身体好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起得太早，大爷今天喊的没什么力气，于是我嘲讽道：“大爷今天怎么喊的有气无力的？是不是尿频尿急尿不尽导致没睡好？”大爷闻言僵了一下，随后提高了音量。我继续跟在他后面絮叨：“大爷，您刚才这声喊的有点短，根据中医判断，您的肾可能出问题了，得多吃烤腰子。这声喊的不错，但好像肺里有杂音，是不是扁桃体进水了？”这次大爷1圈也没转下来就去早餐摊了，结果早餐老板还没来，大爷只能在寒风里等，而我在他旁边继续嘲讽：“大爷，吃这个不好，
那边烧烤摊还没关门，我给您烤俩腰子去。大爷气不过，捂着心脏躺了下来。你别跑，我心脏。我马上打了120，然后骑在大爷身上给他抢救。只见我抡起拳头哐哐砸他胸口，边砸边大喊：大爷，你可千万别有事，我还没玩够呢。大爷被我砸得快翻白眼了，直到救护车来了才得救。刚上救护车，大爷就报警了。急救室里，大爷对警察说：这小子害我犯心脏病，我要他赔钱。结果一条监控，我不仅没动大爷，甚至他倒地上了，我还积极抢救。于是警察说我是见义勇为，大爷气得撒泼。你们都是一伙的，明天我就去警察局闹。民警见状警告他：大爷，您再这么闹，可得关进去待几天了。不过这几天伙食不太行，可只有蔬菜馒头。大爷顿时就不闹了，只是狠狠地看着我。到了第3天早上，大爷4点就出门了，我也兴奋地跟了下去。大爷看见我黑着脸问：你不睡觉吗？我一脸惊奇，您咋知道？他今天不晨练了，在小广场上拿棍子砸健身器材，声音在整个小区回答。小子，这小区还没人敢跟我对着搞。我闻言笑了笑，直接掏出一根铁鞭。大爷，您留神，鞭子抽着您可不负责。说完，我直接朝大爷身边抡过去，虽然没打到他，但还是把他吓得连连后退。大爷警告我：你打着我可得赔钱。我不理他，铁鞭挥得越来越快，大爷没办法，只能骂骂咧咧换了个地方。我也跟着他换，就离他几米远，刚好打不着，还挺吓人的距离。坚持了没几分钟，大爷服了，恶狠狠看我一眼走了。我嘿嘿一笑，回去继续补觉。想不到次日早上，我开门却闻到一股恶臭，只见门口被人撒了2袋垃圾。这下我更兴奋了，提起垃圾就往楼下跑。这次大爷还没骂我，就被我用垃圾呼了一脸。他愣了半秒，惨叫着：王八犊子，你疯了吗？又不是我扔你门口的。我啥时候说是你扔的了？那你为啥扔我头上？那你为啥不让人睡觉？大爷气急了，我要报警把你抓走。不一会，2民警憋笑地看着一身垃圾的大爷，而我真诚地向大爷道歉。实在对不住了，大爷，本来想婊子配好酒，垃圾配老头，也没想着您不乐意啊。那我祝你长命百岁吧，千万可多活2年啊。民警象征性教育了一下就走了，大爷被气得又回了家。当天我就被拉到一个群，群里都是深受其害的业主，竟然有好几百人。我刚进群里面就疯狂起来：小伙子，你给大家出了好大一口气，这老不死的骚扰我闺女好几次了，揍她也没用，还是你这个办法好。我都录下来了，让大家看看现实的英雄。群里有一个人劝我：小伙子小心点，这老东西还有个儿子在外面做买卖，比他爹还混账。看到大家的发言，我也激动了。放心各位，我没对象，没工作，没房子，谁来我也不怕。既然大爷都打到门上来了，我也要主动出击了。凌晨1点，我敲响了大爷的门，见里边没动静，我就加大了砸门力度，反正上下左右的都搬走了，我也不怕扰民。砸了10几分钟后，大爷终于忍不住了：滚蛋，小王八犊子！大爷时间不早了，该起来晨练了。才他妈1点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是有病啊，大爷，你看得真准，你是不是原来街边卖药的啊？见我油盐不进，大爷也急了：你再敲，信不信我让我儿子拿刀砍死你？大爷咋这么暴力呢？这时间也不早了，你现在不起床努力，将来怎么能有出息呢？大爷顿时气得发疯要开门，我就一溜烟跑了。等到凌晨2点，我又回去敲了一通，继续给大爷上课。随后每个整点我都去敲一次，结果今天大爷没晨练，群里瞬间炸锅了。卧槽，老不死的居然没晨练，不会是死了吧？谁也别报警了，让大爷臭那儿。我就这样坚持了1周，凭一己之力让小区恢复正常。别说有那么一瞬间，我都觉得自己是英雄。然而这天傍晚，我出去买饭，却被大爷堵住了。他后面还站着一个花臂光头的小伙子，大爷跳起来指着：就是这个小崽子，儿子给我削他。但我却整理了一下胸前的运动记录仪，微笑着面对他们。见我有摄像头，花臂男不敢轻举妄动。就特么你惹我爹？啥？我是你爹，我才30多，没你这么大儿子。花臂男一脸冷笑：别耍嘴皮子，老子不吃这套。你30多总该有孩子了吧？上幼儿园还是小学？信不信我？我没孩子。没孩子，那有对象吧？信不信我？也没对象。这说的我自己都伤心了，在大厂熬的头发都掉一半，上哪找对象去？大爷也替我正义。这小子是自己住这的，也没见有对象孩子。花臂男瞬间懵了，但还是不死心。行，算你光棍，不过你总有工作吧？信不信我？不等他说完，我就问大爷：大爷，你见我上过班吗？确实，也没见你小子上过班。这下花臂男忍不住了：30多还没对象，没孩子，租房还没工作，你他妈混得比我还差。我爸就爱晨练，你要再敢跟我爸，我削你。可我却摸了摸胸口的记录仪。好的，都录下来了。这视频会发给群里有账号的那位，由他传到网上，现在都快成一个连续剧了。见没讨到什么便宜，大爷和花臂男只能骂骂咧咧走了。但我觉得他们不会这么善罢甘休。果然，第2天花臂男就跟着他爹出来晨练了，只不过他显然不习惯，一副没睡醒的样子。而我带上记录仪就出门了，争取录个第一视角的视频，像之前一样，大爷干啥我干啥。大爷还能忍受，但花臂男受不了。他本来就没睡醒，现在又听到我的怪叫，气得一脚踢我身上。怎料我却顺势躺下，周围几座居民楼里马上有一群人大喊：打人了，快报警，出人命了！都看好了，我们都是目击证人。为了避免花臂男和大爷逃跑，
上百位业主直接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过了一会，警察来了。怎么样？用不用叫救护车啊？不太好，有点头晕想吐。马上叫救护车，可能是脑震荡。这时花臂男冲上来又要揍我，别给我装，我可没提到你头。可下一秒他就被民警一个擒拿，摁在了地上。一群人纷纷作证，证明花臂男把我打得快死。最后一套折腾下来，花臂男赔了我5000块钱，我把5000块钱都换成开心果，放在门卫那里，在群里说让大家自己去取。整个小区几乎都乐开了花，当然除了大爷，他直接气得心梗，晚上被救护车拉去医院住了半个月。在大爷住院那天晚上，小区业主自发购买了烟花爆竹，好好庆祝一番。就这样消停了半个月后，我的离职补贴也发下来，补贴了足足50多万，确实良心。我马上联系了存款银行，问有什么好理财产品。鉴于我在那边的总资产已经达到最高级别 VIP， 这个小网点的行长表示要亲自接我去办，我拗不过热情，只能同意。然而我却没想到，这次去办理居然惹上了大事。第二天一早，银行的车就停在楼下等我了。行长和客户经理都穿着得体的工装，微笑着给我开门。我为了显得正式一点，也穿上原来面试用的西服。然而我没想到，一下楼就看到了大爷，他死死盯着我，但我没理他，直接上车走了。然而开出去没多久，我就看到大爷骑着电3轮跟在后面。快看，后面这老头骑个3轮还能漂移呢。后来进了银行办业务，我又找不到大爷，不过我也没在意，只以为是这老小子没跟上。怎料我办完业务跟行长出门后，却听到一声大喊：国企领导欺辱百姓，殴打辱骂高龄老人，半夜敲门扰民，拒不道歉，调戏未成年少女，逍遥法外，天理难容。大爷不知什么时候连横幅都写好了，正跪在银行门口哭嚎。见我出来，他一把拉住我：大家评评理，就是这个人在大银行工作，殴打辱骂我，还调戏侵犯我小孙女，我都被气到心梗住院了，这就是我的住院证明。说完，大爷高高举起他的病历，这种人工作的银行，谁还敢把钱存在这里？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行长急了：大爷，您认错了吧？这位是我们的客户，不在我这工作啊。大爷却一把推开他：你们就是官官相护，你开车去接他，肯定是你们领导穿的都一样。这才发现我这身西服确实和银行的工装有点像。围观群众也开始议论：这老头真可怜，如果是真的，社会也太黑暗了。是啊，银行领导就能无法无天了吗？我看这个银行要悬了，闹到网上他们都得关门大吉。行长毕竟多年从业，相当有经验，见状直接让员工去报警。随后他准备把大爷拉到办公室里，可大爷却不乐意了：别想大事化小，我不吃那套，有事当着大伙的面说清楚，给我老人家一个说法。说完，大爷得意地看了一眼。这时我走了过去，大爷以为我要劝他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没想到我却扭头看向围观众人：大家可以录像，但不要发到网上，传播谣言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一会儿警察来了，大家可要给我作证。见我如此有恃无恐，大爷指着我骂道：你当大家都是瞎子吗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给你2条路，要么辞职赔钱，要么我一直告到你被辞退，然后还得赔钱。当然还有最后一条路，你搬出小区，再也不来找我麻烦，之前的事就一笔勾销。从大爷的眼神里，我能看出来他很想让我选最后这个，这就让我很奇怪，他怎么这么执着让我搬走了？可没等我想明白，民警就到了现场。大爷，今天这是闹哪儿出啊？大爷马上往地上一躺：这小子让我逮到了，他就在这里上班，领导都开车接他，今天不给我个说法，晚上我就住在这儿了。民警只能跟我要了身份证来核实。仔细检查后，他告诉大爷：大爷，我查了，这位同志现在没有工作单位，是无业。可大爷却开始耍赖：我都看见他从银行车上下来了，你们居然还想袒护他，我要上媒体，把你们的恶行全爆出来。这时一个大妈从人群中挤出来：都让让，我要进去办业务。大爷却往门口一拦：今天不把这个银行领导辞退，谁也别想从这进去。怎料他刚说完，就挨了大妈几个嘴巴子：滚一边去！我在这办业务快10年了，就没见过这个人在这上班。周围几个人也跟着附和：是啊，这个银行从上到下我都认识，没见过有这个人。你看衣服根本不一样。好吧，赶紧让开，老子还要办业务呢。大爷瞬间傻住了，他一把抓住行长，试图狡辩：你肯定认识他，就算不是你单位的，你也得给我个说法，否则我就让你这开不下去。可民警却不惯着他，再次把他扣除。大爷，您这次事可不小，扰乱公共之事，传播谣言，寻衅滋事，跟我们回去。我也跟着去做了笔录，要求大爷赔偿我的名誉损伤。大爷直接撒泼说他没钱。我闻言笑道：那您就在里边待一段时间吧，我们小区可就安静多了，估计房价也能涨回去了，业主们还不得再放鞭炮庆祝庆祝。大爷一听就不干了，当时给儿子打电话，这才赔了2万多块给我。等出了警局，我听到大爷又在跟儿子打电话：儿子，你说这办法到底行不行啊？你爹这把骨头都快折腾没了，这小区房价也没降多少啊，刚搬来这小子是块硬骨头，不把他弄走，你想在这抄底买房也没戏。和贷款我都联系好了，只要这个小区房价降到原来的一半，咱们抄底10套，然后你再搬出去，1年以后房价恢复就有几百万进账，这样咱俩下半辈子还愁吗？行，我豁出这把老骨头，不信整不了小区里这帮犟种。果然，刚回到小区，我就看到大爷又开始找事了。小区里
大爷正拿着大喇叭不停吆喝。田阳小区的都听好了，7号楼2单元301那小子折腾我，你们却都看热闹，那他闯的祸就让你们来背锅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晚上我随机找一家，隔1小时敲一次门，把你们吵醒为止。要怪就怪7号楼那小子吧，大爷我白天反正不上班能补觉，晚上就陪你们好好玩玩。我瞬间乐了，大爷这孙子兵法学得不错，离间计都会，但群里却开始慌了。这可咋办？直接开始折腾咱们了。一晚上不睡觉，第2天不得崩溃了。小张啊，要不你跟大爷道个歉算了，他顶多就是早晨5点折腾，咱还能睡几个小时呢。不知道谁说了这么一句，群里顿时沉默下来，估计好多人都有这种想法，但我却直接表示，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，我这辈子都没道过歉，你们谁要是想过河拆桥，随时来，我都奉陪。邻居阿姨急忙回复，小张，你别误会，大家也是头昏了，咱们应该是统一战线，一起对敌。群里纷纷附和起来。这时候他们才突然发觉，我是比这老头还难缠的人。看到大家基本统一了思想，我才发言。你们也别担心，今天他敲谁的门，在群里说一声，老子陪他去。这句话一出，获得了群里无数点赞。大爷言出必行，当天晚上就开始行动。凌晨12点时，9号楼业主在群里发：救命！有人敲我的门，好像就是那老头，穿着一身寿衣，可吓死我了。我一看头像，好巧不巧，正是要我道歉那家伙。于是我没立即行动，老老实实看着那位不停求救。大神，我错了，你有啥办法救我？你开门跟他对骂不就行了？报警也行啊。报警对付他也没用啊，我还怕他讹我。我也怕。大哥，我错了。大哥，我这张嘴活该挨嘴巴的，你听着。他录了一段自己扇自己嘴巴子的视频发给我，确实打得挺好。大哥这也算诚恳了，我去了。看他道歉也算诚恳，我还是去了9号楼，毕竟我睡不着，闲得慌，也喜欢和大爷硬刚。一进楼道，就看到大爷穿着一身寿衣，正跟小马扎上喝茶呢。哟，大爷，你搁这玩 cosplay 呢？你管得着吗？管不着。说完，我打开了手里的鲱鱼罐头，闻到那股味道，大爷直接干呕起来。你吃的啥？而我端着罐头靠近大爷，大爷，老香了，尝一口。大爷只能把头埋在外套里跟我耗，结果坚持了没10几分钟，差点把自己憋晕过去。最后实在坚持不了，他抄起马扎，拿着保温杯落荒而逃。我跟了他一路，大爷就干呕了一路。好不容易回家后，我就坐在他门口，隔1小时一敲门，大爷反正也睡不着，特爱吃点鱼，相信我，这个就是闻着臭吃着香，特别棒。终于，我听到屋内传来一阵恶心的声音，看来他真吐了。第2天，大爷又换了一个门敲，可惜群里全是我的眼线，我又拿着鲱鱼罐头跟大爷玩一次猫抓老鼠。第3天，大爷实在受不了了，在家里睡觉不出来，但我不同意，依旧在他门口敲了一晚上，请他吃鱼。只可惜大爷不领情，就是不出来。行，你晚上不睡是吧？你大爷我也不睡了。然后他半夜就要出门去晨练，这次他戴了防毒面具，加上在户外空气流通，愣是没被我的罐头迷住。只可惜口罩太厚，还没吆喝几分钟就缺氧晕过去，而我就蹲在旁边，直到他醒过来。这下大爷急了，你不就是白天补觉吗？别得意，你大爷我也白天睡，晚上咱俩就耗着，看我这把老骨头硬，还是你这身健骨头硬。结果大爷万万没想到，我可是白天也睡不着啊。大爷白天想补觉的时候，我个半小时敲一次门，喊大爷起来撒尿。最终他实在玩不过我，开始求饶。小子，我服了你了，暂时休战吧。其实我也挺无聊的，尤其是大爷没有跟我硬刚的意思后，我也提不起劲，所以是该往死里整了。晚上我在群里把大爷和他儿子准备抄底买房的计划简单说明了一下，结果大家都炸了。我就说这老不死的怎么这么执着折腾咱们，感情是惦记咱们房子了。这么损，不怕被阎王拉去喝茶吗？这算不算诈骗？能不能报警啊？看气氛差不多了，我提议大家不要着急，听我一个建议，如果成功，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老东西，前提是群里不能有人走漏风声。大家纷纷表示一定统一战线，毕竟没有人不受其害。于是我把计划在群里发了出来，很快大家开始行动。接下来1周，只要大爷打扰我睡眠，我就继续跟他硬刚。然后二手房网上逐渐上架了这个小区几套低价房源，咨询量也开始暴增。在有大爷的小区大群里，另一拨人纷纷怒骂低价出售房子的人：你们疯了吗？老子倾家荡产买的房，你们卖这么低，等于我这5年白干了。识相的赶紧下架，小心我们给你泼油漆。你管得着吗？我在这狗屁小区里连觉都睡不好，失眠药都吃1箱了，再不走等死吗？就是一颗老鼠屎，坏一锅粥。有本事你去抓老鼠啊，没这本事就别住在这儿。两拨人在群里骂得火热，在最激烈的时候，我在大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鉴于本人常年失眠，身体无以为继，无法继续在本小区主持正义，下个月房租到期就要搬走了，大家好自为之。群里顿时一片哀嚎。不要啊，英雄继续为我们伸张正义，刚睡了不到1个月好觉。帅哥，我们给你凑房租好不好？你别走啊。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退出了大群，相信大爷肯定看见了，此刻已经乐开了花。紧接着二手房网上又挂上了10几套低价房，原来挂着的那几套也继续降价，已经接近原来房价的1半了。咨询电话更是如雨后春笋而来，但一听小区有个猥琐老头钉子户后，大部分人都退缩了。来咨询的当然有大爷的儿子，他表示不怕钉子户，估计怕被认出来。
他还和中介报了假名字，可惜那个中介就是我楼上阿姨的儿子。一听大鱼上钩，大家先后和他敲定了价格，价格可以优惠，但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必须全款，还得看到买方的资产截图才敢签合同，理由就是害怕盯着户闹事，速战速决。郝大儿一听也合理，毕竟他爹确实在小区里闹腾的丧尽天良，于是他拍着胸脯保证钱没问题，3天后就能凑齐。为了凑齐购房款，他薅完了所有能薅的银行贷款和网贷，还在同样的借了一个遍，骗他们说自己找了个好的投资项目。等他把自己银行卡存款余额发给中介后，所有挂出房产的业主开始统一涨价。这下大爷的郝大儿急了，他去找中介，中介也说没办法，房主要涨他也没办法，郝大儿也不敢还贷款，只能看着利息不断涨，这样一点点涨价，生生拖了1个月。他现在就是想还款，也没法补上这1个月巨额利息。想不劳而获的人总是最容易上当，眼看这些房东还没有卖房的意思，郝大儿就拿上了他爹的棺材板。听了小区群里几个伪装成投资大佬的话，一股脑把钱投进股市，试图挽回成本。不出所料，全部套牢，所有借款方都来追债。郝大儿和他爹打伤了债主，直接被刑拘，又因为巨额骗贷、借钱诈骗被判了10几年。大爷听到判决后当场晕厥，这次没救好，瘫在床上嘴歪眼斜，再也不能晨练了。房东叫警察把孤寡大爷抬进养老院，靠政府一点微薄的补贴勉强活着。只不过听说天天睡在自己的屎尿里，经常被护工大骂也喊不出声。最后他窝囊的走完了生命的最后1个月，铲除了这个毒瘤。整个小区都非常高兴，房东也特地多免了我1年房租，我却表示我不差钱，在这个小区里我竟然能正常入睡了。说起来我还得感谢大爷，靠着他以毒攻毒，居然治好了我的重度失眠。